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 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很特别的那个英雄打的一场比赛啊，那或者是那个不特别的英雄打的一场比赛，因为为什么那么说？是因为其实特别是看这个玩家怎么用这个英雄来确定的，所以的话，这场比赛特别的话，由观众们来确定。对，那这打的人是谁啊？是这个死神。对，我会用4个字来形容这个死神，那个暴力死神。对，暴力死神，因为基本上所有人如果他的死神不是用来跑的话，那基本上他死神都会把那个攻击力点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我们继续下去，作为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点攻击会那么的有效。OK， 那个影片开始前也是那句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那我们后天对这个题外话，我们后天就会有一部特别的影片，就是那个200集竞技场的一个庆祝影片，对，庆祝影片。那刚好应该也是这个2026年的1月1号，那就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我来说。OK， 那我们来到那个影片里面，对，那为什么这个死神加那个攻击会这么有效？其实就很明显，因为他的那个能量，或者说他的那个攻击手段，全部都是来源他的那个能量上面。对，那这个能量可以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它可以重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重新重设你的那个滴那个空中滴的状态，像那个现在一样，或者的话，另外一个用法就是传送到敌人的后面，这个也是应该是普遍大家知道那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用法。它其实就是第一点，传送在人的后面；第二点，重设你的那个滴状态。那就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那个功能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么简单，所以它才是有它的恐怖之处。那怎么说？例如说，它那个滴，首先它传送在敌人的身后，那个灵敏度就是它传送的距离其实也算是比较远。就算你很远，站在很远，也是可以传送到敌人的背后。然后你传送之后，基本上敌人如果没有什么，例如说他刚好在跳跃状态，那这个死神就可以直接把你勾起来，开始他的 combo。对，就是那么的霸道。那他开始靠 combo 的话，他就可以把所有能量all in 在你身上，而且他是没有风险的，基本上。抓到你的话，直接给你所有能量的combo打下去，而且刚才所说嘛，所有死神的话，他基本上是那个加攻击力，往往用那个死神的人都会250攻击力以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好像有个共识下的，就是他们全都会把全部攻击力都是250以上的。这支的应该也是。说到你看我学的，我刚才不要打到，我学的是。诱人可见那个状态上面来减少了，所以是非常的恐怖。那这个就意味着什么？哎呦，这里看一下我的血量。OK， 所以看到我血量就扣很多，而且通常被砍到时候也是不敢换这个第三那个防御英雄的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那个死神？还有那个最离谱，哇！你看我的血量发生什么事？哇，痛死了！就是这个最离谱的地方，他的那个死神他能量 all in 的时候是有机会把你弄到跌伤的，哇！所以说的话，如果你换那个防御英雄的话，那你就没有跌伤；如果你换那个跌伤英雄的话，你就没防御。所以他基本上，他就一个攻击把所有能够做到输出全都打出来了。所以说为什么那么难搞，那么难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的话，你看到我，基本上我如果给那个死神勾到的话。我是不敢换任何的英雄了，因为实在没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个counter 那个 counter 的手法。对，所以这为什么死神这个英雄，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需要 nerf 的。对，因为再说一个另外的那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死神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吃能量的那个英雄嘛，但其他的英雄。如果他没有能量的话，基本上为什么他会变成比较劣势一点？是因为其他没能量的英雄会被人追着来打。例如说，我以前说过嘛，能量英雄没能量的话追着来打游戏，是因为这些能量英雄他的那个
机动性都比较弱一点。例如说封神一些没能量的话，基本上就跑不了，对，跑不了。还有那些什么寒灵术士的一些也是，因为它本身就不会跑，所以它没能量生成一些鬼出来的时候，那些幽灵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它是没什么用处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类似8人的那个空间在。但死神不同，它本身没能量的时候，它也是可以做一个很高机动性的那个移动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用它来做那个奔跑，就是那个跑脚啊，就是用来跑步的英雄。对，所以有些人会用那死神跑一整场啊，这个也是很常会看到的一个情况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情况就是死神有能量，他就会开始进攻。你现在看到，哎呦，如果没能量的话，死神就会开始跑，当然来存这个能量。基本上他跑起来的话，我就算我超雄已经是一个比较高机动性的一只英雄啊，我也是很难抓到他。要我说的话，他如果真的要跑起来的话，我基本上是抓不到。所以的话，他这只英雄，我有个说法就是，他是类似这个无风险的一个输出手段。所以的话，就是为什么这么离谱？我觉得需要 nerf 的地方，你起码要把能量或者那个机动性两样先 nerf 一个。让他有一个被看塔手法，而不是像现在，你看我的血量发生什么事，我血量发生什么事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就是我容错率基本上就是接近你了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哎呦，可惜我的披风还没有，你看到我不停按，就是我很紧张。OK， 这边的话让他收掉。那打这个死神啊，那我怎么打？那真的没什么办法了。唯一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要让他抓到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但同时也是很难的一个做法。那这个的话，这边真的要换这个反英雄底下，好险没跌上。如果那边有跌上的话，基本上我就死定了。所以的话，我觉得起码就算你不改那个能量，不改攻击力，不改它那个灵敏度，就是那个敏捷。他英雄敏捷，你起码要改这个死神 DD 的高度吧，就起码不要让敌人那么容易把人越打越高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如果这个也没改的话，那基本上死神的话就是一个低风险高输出的一只英雄。那代表什么？就是一个很 broken 的作画英雄。简单来说的话，所以的话，这局的话，我的打法就像刚才所说啊，我让他抓到，做一个很考验我基本功的一个时刻啊，那个 moment。因为如果我要用黑毛输出的话，我的风险是比较高很多。例如说，我很大机会，因为我换了英雄的话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就会让他抓住。因为我换英雄的关系，所以我是没有术士1，他就可以用一些消气把我打，把我那个直接秒掉也说不定。所以的话，OK 这边可以啊，这边的话他那个大力法师打了下去，那应该他死了。这边的话直接打下去。哎呦哇！这边没想到那个输出竟然不够，因为我的那个歹徒其实加攻击也是挺高的。OK 这边的话好险抓到，不然的话让他跑起来的话，我的前期啊应该是风险挺大。OK 这边的话黑毛成功啊，因为黑毛失败的话，基本上我就会让他抓住，然后我的血量就起码没一半了。OK 这边抓到。不错，这个前期，哎呦，你就看到，哎呦，可以，吓死我了！如果完蛋，你看我血量，哇，我要吐了！看到这个叔叔，我让他抓了1次，我血量没有差不多一半，然后他这个血量是我抓他2次所得出的一个结果，所以的话 ，OK， 那如果韩国官方真的要改英雄的话，这只拜托。先改，对 ，OK， 踢下去，这边的话打下去吧。哇，他真的挺好运的，这个角落竟然2次踢不到他下去。那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个 combo 踢满？是因为如果那个角度我要用 breaker 踢4下的话，我自己也会掉下去，所以我刚才才踢了2下。哎呦，哇，难搞，这边直接下跌吧。OK， 先把那个他头盔避出来，啊，痛！OK， 这边的话不敢轻举妄动啊，
别换英雄，如果这边一换的话，我的能量没有的话，我就没有输出的手段了。这边大家小心点，不要再让他抓到。完蛋！这边要开反撞，这边吃他一套我死了。撞过去 ，OK， 冷静点。OK， 这边他的披风开了，那我要等一下术士一啊，我的术士一先等一下。OK， 这边术士好了，那黑毛这边的话，吓到可以，万兽英雄，完蛋！不要啊，不会打我去，那个死了，那就记得第一下，谢谢。